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疫情突变，郑州急封城；第二个，灭霸响指再谈，美团罚10亿美元。邓普方公开信又传啊，这封信呢，其实是去年就已经开始传，今年又开始传。我们讲讲这个事儿啊。先说疫情，国家卫健委8月6号公布，全国新增病例124例，其中本土病例80例，江苏省就是61例，湖南9例，湖北6例，内蒙1例，河南1例，海南1例，云南1例。那么这就是公布的情况。这公布情况真实吗？当然不真实。为什么？你看一下，河南只有1例，可是郑州8月6号宣布封城，那么显示什么？显示这个郑州的疫情失控，它进入一个紧急状态。我们先把这个郑州市疫情防控小组他发布的公告，他说，为了应对这个我市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坚决阻断德尔塔病毒的扩散蔓延，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相关措施通告如下。一，全市居民小区实行闭环管理。什么叫闭环管理？就是封城，怎么封法落实测温扫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中高风险区内的居民足不出户就在家里贴封条足不出户，健康码标记为红色，只要你健康码标记红色，你哪里都去不了的了就是只要你是中高风险区的居民足不出户，然后健康码红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封控区域的居民足不出院不能出小区，健康码黄色，每天每户安排1个人持出入证去外出购置生活必需品，其他居民坚持非必要不出市就是等于就是封停了，就是把这个居民封在家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什么叫弹性工作制？就是值班人员安排人值班，其他人全在家，就叫弹性工作制。维持什么？就是适当的人员在岗在岗在位就是这样其他的人全回家就叫弹性工作制。共产党讲话都是为了避免所谓的不良影响，所以他都是用这种转折的话然后第三，全市各类企业严格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4方防控责任，正常组织生产经营。那员工持有效证件和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点对点严格扫码测温登记管理后出入小区厂区这是第二个那么能吗？应该不能。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企业很难维持运作因为大家都已经在家里了。第四，暂停客运班线，乘公交减少发车班次，出租车、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出市运营，驾驶员严格个人防护，及时对车内进行消杀，乘客必须持有效的核酸证明，并且扫码戴口罩。第五，与居民生活相关的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医疗机构正常营业严格通风消杀。药店暂停销售发热类的药品就是逼你去医院第六，养老院、福利院这个监所等机构暂停探视活动，公共浴室、美容美发、娱乐场所、线下培训、托幼机构等密闭场所停止开放，公墓、骨灰堂停止祭扫，宗教活动停止，宗教活动场所关闭，餐饮禁止堂食，婚事暂缓，丧事从简总结，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封城，也就是说，这个郑州进入一个封停的状态
这个刚刚经历了水灾的一个这样的城市啊，现在又开始封城，就你说一下，一个无能的政府，没有比这干得更烂的了啊。那么从郑州采取的这个封城的行动来看，当局在隐瞒疫情啊。那我们对这个封城的措施，我们几个评价。第一个，郑州封城模式和武汉封城大体相当啊，主要是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叫封停，一个封停呢讲主要是一个是把居民封停啊，就是家里不能出门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机构啊，所有的机构全部停止运作啊，停止运作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啊，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他现在就是安排人值班，其他人全回家，所谓的弹性上班，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机构停下来，这就叫封停啊，封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阻断，阻断就是交通啊，交通，然后就是各种公共活动全部停下来，就是阻断，一个封停，一个阻断。这现在基本上，中国从这个2003年开始，非典开始，他们的这个阻断措施就是疫情的阻断，这疫情的应对措施就是这两个，没有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呢，这次郑州的这个封停呢，又保持了一定的弹性啊。这当然是吸取了之前的一些教训啊，做出一些调整。你比如说，政府有人值班啊。第二个，比如说让企业维持运作，但实际上在这种环境之下，企业维持运作是不现实的啊，是不现实的。有一些可以啊，有一些可以，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可能都要停下来。包括你交通的情况，包括你这个员工在岗的条件、运输等等啊，都会有问题啊。所以企业维持运作的条件，我相信不会超过30%。第三个，这个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运作。那它通知是一回事啊，政府公告是一回事，但它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他讲的会很漂亮，但是可能执行起来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就是郑州是封城的啊。郑州封城呢，第一个说明它的疫情非常的严重，第二个，他这个决定也很突然，为什么？你看哈，8月5号他还开了一个记者会啊。记者会宣布什么呢？宣布整个河南省只有一例，许昌有一例这个确诊病例，郑州都没有啊，郑州只有7例什么呢？无症状的感染者而已。就是8月5号他记者会上宣布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截止8月5号的下午6点，郑州市只有一个高风险区域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中风险区域是21个啊。那么如果他郑州只有7例啊，就是还是无症状感染者，连1例确诊的病人都没有，他为什么到6号哐当就封城了呢？啊，说明什么？说明2点啊，它包括你看8月5号这个记者会。他这个教育厅的这个官员郑州市教育局的官员跑出来讲，他说我们现在还在按照这个8月25号这个时间节点，积极做好开学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啊。鉴于目前的这个不确定性，如果真的到了正常开学的时候，郑州仍然有中高风险的区域，会这个妥善的做出安排。他还说这个话，第2天就已经封城了。所以这件事情肯定2点。第一点，他现在讲的这种疫情数据肯定是不真实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间肯定是有一些突变的情况，他没有告诉大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这次郑州疫情的爆发是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也就是河南省
传染病院啊，这个出现了这个院内感染啊，院内感染就是然后就这个就是他自己院内的保洁人员啊出现了感染，然后再传播出去啊。那么7月31号，郑州市宣布11例确诊病人，然后16例无症状感染者。那么基本上其中6名感染者都是跟第六人民医院有关系，然后其中有2名结核病人啊，两名结核病人，然后就开始稀里哗啦就开始传播开了，就是传染病院自己的这个防控措施没做好，导致了什么？导致了这个疫情的外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当初这里面就有病人，这个病人他又没有公告过，你想一下，这是个泄密行为啊。然后郑州就当天7月31号，郑州市就只撤了这个卫健委这个主任的职务再撤掉，然后还撤掉把第六人民医院的这个党委书记也撤了，同时撤掉2个，这就是郑州现在的情况。那么另外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扬州啊，扬州也在爆发。那么8月5号，江苏公布的情况是61例确诊，那么其中呢，南京是1例，扬州是58例，这个规模非常的大，这是另外一场爆发啊，这个爆发规模比这个郑州还要严重，只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扬州疫情只有一些简约的报告，就是棋牌室啊，棋牌室的传播啊，现在在严打棋牌室啊，但是没有太多的详细的情况。现在就是南京1例，扬州58例，淮安2例。那么从7月20号到8月5号，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是228例，扬州是220例。你想一下，扬州这个情况是很严峻的，扬州这个情况非常的严峻。那么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遇到的情况就是像扬州啊这样的3线城市，他们的医疗资源面对困境。扬州累计报告是220例，其中重症14例，危重2例，那么而且都是老人，所以救治的难度很高。现在江苏省是把扬州、宿迁、淮安现在所有的确诊病例全部拉到这个南京啊，那么缓解这个当地的这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同时，扬州已经腾空了他们当地的这个传染病院啊，然后按照这个病区隔开啊，储备呼吸机，基本上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扬州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爆发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淮安新增，昨天是新增加了12个病例，就是之前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旅游团啊，旅游团是淮安的这个旅游团，那么去湖南旅游，就是张家界，张家界同时也面临着这个医疗资源不足。张家界是150万人口，那是湖南省最小的地级市。那么这次疫情呢，就抽调了2000名护士进行这个核酸检测，人手不够啊，人手还是不够。然后他们这个中南大学的湘雅医院是个很有名的医院啊。然后就是张家界基本上是说他们现在张家界基本上是输入型的，那么现在的压力很大，那么已经抽调了190名这个医务人员去张家界还不够啊，全省还总共抽调了557名这个医护人员去张家界，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就是关于这 Delta 的疫苗，这个国内的这个疫苗厂商又开始干嘛？又开始打酱油啊！科兴和中生啊，科兴和中生现在是中国2个主要的这个
中国生物医药啊，中国生物医药跟这个科兴是2个主要疫苗供应商，说他们已经向这个各国药监局提交了对这个 Delta 变异株的这个紧急使用申请啊。科兴讲的啊，科兴讲，信吗？我当然不信。他对武汉肺炎病毒的疫苗本来就无效啊，对 Delta 它能有效吗？我不相信他们的疫苗。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第一个疫情有突变，具体情况不明啊，那么媒体报道也跟进的不足啊，但是情况是知道的，就是这个状况是知道的啊，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灭霸想子在谈啊，美团罚1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那么市场监督总局就美团涉嫌垄断的问题将会罚款10亿美元。罚款这个惩罚，这个对美团的处理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那么美团要求停止它二选一的行为。那么现在有个自媒体叫雷地网，雷地网是说也说这个美团会被处罚，近期会落定，但是呢，罚10亿美元的消息不属实啊。那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是今年的4月26号公布的对美团实施2选1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当时美团表示积极配合啊。那么美团涉嫌的2选1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就是美团平台签订合同的时候，跟这个餐厅签合同的时候，你跟我签，你就不能签外了吗？饿了么，这就2选1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美团的这个 POS 机也是2选1，就反正就是你选我，你也跟我合作，那你就不能跟他合作，基本上这样啊。那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件事情第一个，这当然是这个中国针对互联网企业持续施压的一部分啊。那么去年11月那么从这个蚂蚁集团上市开始，那么中国针对互联网企业的这种打击就没有停过啊。那么当然，中国针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击是2个层面啊。打击的目的就是核心的目的是就是把互联网的企业，因为它现在互联网企业已经发展到内部的市场已经基本上饱和了，就在互联网领域啊。那么互联网企业呢，有资金、人才、管理、品牌、市场运作，有这么多优势啊，所以它开始利用它的优势向传统行业渗透。传统行业渗透就难免碰到什么？碰到国企的利益啊。那么首先，这个蚂蚁集团就是渗透到金融领域，做网络小贷啊。所以呢，中共发现这样下来的话，它会互联网这些企业不是国企，会和国企进行正面冲突。于是呢，就开始针对互联网进行打击。打击的主要目的就是那个口号叫什么？这个资本扩张啊，叫资本无序扩张。无不序，序不序，市场没有秩序，市场本来就没有秩序，法律是有秩序，市场怎么会有秩序？所以资本扩张就是打击互联网企业的资本扩张，资本扩张就是会侵犯互联网国有企业的利益。但是互联网企业未必听话不听话怎么办？另外一个手段就叫什么？就叫反垄断。反垄断是针对平台企业，比如说像美团、像阿里巴巴、像这个腾讯都是平台企业，针对平台企业进行这个反垄断调查。那反垄断调查就打击上来就是谁？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罚182亿啊。那么第二个，中国2大互联网巨头，一个是阿里，一个是腾讯。
腾讯未必会处理它，不好说。但是处理美团跟处理腾讯差不多，因为美团是腾讯的子，它是美团的最大股东啊，所以处理美团也是敲山震虎啊。那就大体上这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然后今年进入这个7月份，又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啊！新的高潮是什么？滴滴啊，滴滴就上市。滴滴上市之前，就是网信办跟滴滴打招呼，不希望它去海外上市，不希望海外上市。但是滴滴看着形势不对，赶紧去，连滚带爬3天上市了。就把这个习近平给惹翻了，习近平就开始猛烈的打击对所有的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设置关卡，2个关卡。第一个关卡，网络安全审查，所有超过100万用户的这个平台企业去海外上市都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去海外上市设置审批关口，就这2个闸口，你就过吧，过完之后你才能上市。它等于就是把民营企业海外上市这块给堵住了。那么这一头呢，就是反垄断调查；这一头呢，防止它资本扩张。基本上这几刀下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去的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一轮下来吧，大概然后紧接着就是团灭教培行业，教培行业整个市场团灭掉啊，团灭教培行业这个行业，市值应该是3-4千亿美元，然后就是涉及到中概股是3-4千亿美元。涉及到的市场大概是1年的产值是35000亿美元，那35000亿人民币。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师资1000万人，然后教培行业从业人员3000万到4000万，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一轮操作下来，从去年11月份打击这个蚂蚁集团，然后就开始不断的这种反垄断，然后这个资本无序扩张，然后到了这个滴滴，再到这个叫什么？到这个教培，团灭教培行业，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大概中国的上市公司A 股市场、港股、美股的中概股啊，这整个的市值消灭了多少？10万亿，消灭了10万亿，还没有停。为什么还没有停呢？继续一个响指一个行业。那么最新的做法是什么？最新的做法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讲过啊，就是说团灭教培行业，然后之前昨天是什么？昨天是电子烟，然后再加上咖啡。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奶粉配方奶。新华社8月5号发了一篇文章，叫专家提醒，警惕配方奶粉营销影响母乳喂养，开始攻击中国国产的配方奶。那么文章引述这个中国营养学会主办的2021年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研讨会的多名专家批评配方奶粉营销影响孕产妇选择母乳喂养的一个大原因，需要加强对母乳代用品营销行为的规范。然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赖建强说，全球各国都面临着母乳喂养率未达到理想状态的情况，中国约2%的孩子没有充分享受母乳喂养的益处。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这篇稿子一出来，8月6号 A 股的乳业概念股重挫，西部牧业跌了超过4%，妙可蓝多、新乳业
熊猫乳品、伊利股份跟跌，香港上市的主攻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股票也急跌，一度跌7%，飞鹤跌4.35%，奥优跌1.2%，雅士利跌4.92%。好，这件事情还没完，还没完。完了以后呢，这个跟着就是酒啊，这个科技部昨天登了一篇文章，讲咖啡啊，这次再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什么呢？叫这个讲什么呢？讲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癌症和饮酒有关啊。然后文章引述世界卫生组织7月中旬在英国这个《柳叶刀》发表的这个研究报告，说去年加拿大有7000宗不同类型的癌症新病例都和喝酒有关，说酒精是全球癌症的主要原因。那么说这个全球大概有74万例这个新发癌症因为饮酒所致，中国约有28万例，但是他没有拿出来这个具体数据啊。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从教培行业开始啊，市场开始对这个中国政府针对各个行业的这种动作开始很敏感，所以昨天是这个电子烟和这个咖啡，今天就是奶粉和什么和酒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官方媒体进入了一个响指，没事就打响指，但是你又不知道那个响指哪个灵哪个不灵，所以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这个处于我们叫癫狂状态，就是中共的媒体疯了啊，基本上就使劲的出各种我们叫损招吧。这些损招怎么说呢？他们明明是知道市场是很敏感啊，很敏感，因为你刚刚团灭教培行业，也就是发文件就团灭别人这个行业，那所以现在对官方的这些说法就很敏感。就在这种敏感的时候，他多发2篇，为什么？他享受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能够把别人的生死握在自己手里的那种感觉，他很好，他觉得很好，他就使劲来搞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龌龊的行为啊，龌龊的行为就是完全不管不顾。其实呢，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就是4个字：不管不顾，这就是官二代的作风，不管你具体的还有很多啦，其实包括今天人民日报有一篇，今天出了篇稿子啊，这个加强这个平台管理啊，然后啪又是，其实这篇稿子很空泛啊，一会儿讲这个道德洼地呀，一个是法律飞地呀，一会儿又是讲粉丝文化呀，一会儿又讲这个什么明星势力榜啊等等。因为这个呢，新浪微博今天下架了他的明星势力榜，就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啊，所以这些官方的媒体他感觉很好啊，因为他翻脸，一翻脸呢就真的有影响，就感觉挺好，所以他天天写。那中国现在的进入了一个这种癫狂状态啊，有一个奇葩，什么奇葩呢？深圳商报8月5号深夜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什么呢？媒体不应用舆论影响股市这篇文章很长，那么这文章标题叫谨防媒体干扰股市，然后说一些媒体对上市公司板块点名道姓，说三道四，导致这个板块和上市公司股价急转直下，甚至跌停，批评了一通。然后深夜第二天这篇稿子给删了第二天这篇稿子就删了所以怎么说呢？地方媒体
地方媒体没有跟上这个舆论大潮，所以就给他删了。这是我们第2个主题。第3个主题讲讲邓卜方的公开信。邓卜方的公开信，其实这个是在去年4月份就已经开始流传。那我今天又看到推特上又有人发出来又在说呢，我们也说说啊，为什么？因为他讲的东西还挺有意思既然讲了，我们就讲讲啊。他是这么说，他说这篇发这封信的网友已经说过了，说怎么说呢？这是传说中的邓卜方公开信啊，那个它不一定是邓卜方亲笔之作啊，也许只是他人假借邓卜方的名义表达，以他的名字表达一个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啊，他的这封信有15个问题，入情入理，笔锋犀利，切中要害。那么仍然有意义，所以呢，这个公开信是去年的4月30号根据一个音频整理出来的啊。然后他这么说，他说可能今后没有机会再说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今天我给大家写这封公开信，主要想提出几个主要问题供大家参考。第一，作为两会代表，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重要，还是保护某个专权者的权位重要？这第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宪法明确规定，两会代表有权监督和纠正中央政府的各项错误决定。可几年前，中央推出妄议罪，今年又推出不知敬畏罪。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认为两会代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第3个，当权者要定于一尊啊，请问代表们，我们的一尊究竟是皇家世袭的皇帝，还是民选的总统，还是党内公投产生的总书记？既然不是，那有谁是一尊呢？第4，中央屡次出现重大错误，党员提意见是妄议中央，民众提意见是煽颠。请问代表们，我们的国家又究竟是谁的国家呢？第5，武汉肺炎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中央是否拖延了防控时间，又是否向公众隐瞒了疫情真相？我们该不该给全世界一个交代？谁又该为这次疫情失控负主要责任？那么第6，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中央领导人又该承担什么责任？第7，香港动乱持续1年，究竟是谁破坏了一国两制大好局面？中央领导人又该承担什么责任？第8，一带一路无理性投入，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不顾国计民生，中央主要领导人凭个人好恶四处大撒币，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如今项目要流产，这个责任又谁来承担？第9，不经过人大全国人民批准，不经过专家论证，中央主要领导人仅凭几个人的建议就拍脑袋决定投资上万亿建一个雄安新区，这是个什么行为？如今项目流产了，这个责任该谁来负？第10，台湾与大陆为何渐行渐远？中央对此又该承担什么责任？11，大批外资撤离，大量民企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与中央的错误决策有什么关系？如果有，谁该承担责任？12，现任领导人借助手中权力为自己修宪，取消任期制，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谁有权？如果谁有权就为自己立法，国家宪法又有何用？第13，中央已经做了决定，准备重拾早已经被世界所淘汰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究竟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利，还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考虑？14，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国家信用荡然无存，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15，为了阻止老同志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体动议，中央居然动用军警，把一大批老同志和现任党政军大员加以特殊保护，名为特殊保护，实际上是限制通信，限制行动自由，限制客人到访，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谁又给了他这种权利？各位代表，你们肩上都被赋予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我相信大家都不会糊涂。
当你们在行使自己的表决权时，应当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是对某个当权者负责，否则我们会成为千古罪人。最后，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这就是这封信。这封信今天我就为什么今天要读这封信？我觉得这封信去年他写的是4月份发出来的，管用吗？真管用。4月30号发出来的啊，管用吗？真管用。你看，他提到的这几个问题，这10几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仍然管用啊。当然我们评价一下。第一个，他说的很明白，未必是邓普方，那肯定就一定不是邓普方啊，肯定不是邓普方，只是假借他的名字，假借他的影响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正是什么时候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好是当时习近平因为疫情处理失当，然后他在党内被质疑啊，党内质疑的时候啊，那么所以这个时间点正好掐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正好还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任志强那篇文章，为什么任志强会重判18年？就是任志强那封信跟这封信差不多前后脚，谁前谁后我不知道啊，大概是差不多前后脚，就是习近平被党内质疑你这个领导有问题，习近平就疯狂的反攻啊，反攻。最后习近平反攻的方法是什么？2个，第一个在《求是》杂志把他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自己辩护的整个讲话过程给刊登出来，归结两个字，一个叫亲自部署，一个叫亲自指挥。他的逻辑是什么？他的逻辑是我已经做了指示了，做了指示就是领导了，就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了，就是他用这个来堵大家的嘴，最后他把这个盘给翻过来啊。就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情况，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行文一看我就知道，这不是国内的手笔啊，这是海外。基本上如果他故意写的话，写成这个样子呢，那水平就有点高啊。从行文来看，我刚才一读这行文来看，这不是国内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啊，是海外的人，而且不是说普通话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啊，这是海外的，它包括它的用语各种用语，虽然他尽量的模仿，但是这个模仿的不像啊，不像。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群众不会叫民众啊，我们通常讲群众，不会讲民众。共产党的行文不会讲民众啊，比如说当权者这个话不对，共产党不会用当权者这个词儿，很多词儿你一看，当然这里面其实他这些事实讲的都很对，但是这个行文不对，就是文风不对啊，所以应该是海外的人写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里面提到的若干个重大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你比如说雄安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好说，为什么？因为雄安是以没有产业基础的一个城市，你扔1万亿进去，搞一个那么大规模的这个高铁站，再搞一个那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可是小猫3、2个，没有。这个城市是要靠人去运作起来的，不是靠建筑物垒起来的。所以雄安你会看，雄安会慢慢的会被荒废掉。为什么？它没有产业基础，就不会有人口，没有人口，这个所有的基础设施会慢慢被废弃掉。它绝对是个巨大的浪费，数以万亿，扔了这么多钱。这个问题其实是已经开始见效了。
包括这个定于尊啊，包括定于尊其实是2018年的事情。2018年是当时习近平在开什么呢？中组部开了一个会议，开了一个组织会议，全国组织会议。习近平应该是4月份参加这个会上，他自己讲出来，定于尊，定于尊就是意思就是党中央要有定于尊的这个权威。其他人一看，哟，这叫定于尊了，马上人大常委会那个委员长叫什么来着？他那小哥们儿马上就跟他讲，哎，这个得定于尊，哎，定于尊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定于尊，就是把这个定于尊给安在他身上，这件事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去年4月份写的这封信。今年信里讲的所有的情况全面的恶化了，其实是全面的恶化了。然后推特上有人把这封信再晒出来。其实我为什么讲这封信，就是因为这封信里面讲的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解决了，全部全面的以10倍为程度的这个也更加严重啊，所以。现在的中国的情形，无论是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毫无疑问，情况在持续的往前走。这个方向是谁？这个方向就是习近平引领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就顺便把这封信跟大家讲一下。蔡霞老师在他这个推特上他说，传说的邓朴方公开信的文字版。无论是不是邓朴方写的，这15个问题都是关键要害的问题，追究与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大陆的未来前途，说得非常的到位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Victor Ham 谢谢 J 谢谢 Helen 谢谢Takayama 林谢谢 KDK 谢谢观点郑州封城是为了给洪灾遇难者悼念热度降温，让人一时不能够悼念和追责，就像香港抗争一样，疫情来了，香港问题不管是大陆还是外媒的热度都降低了。不得不说，疫情防控成了中共无情控制老百姓的特别好的借口。我不同意。为什么？大家知道封城是什么概念吗？封城这个城市一下运作的过程当中突然停下来，封城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跟什么有关？跟政府的口袋有关系。政府不会为了这个，他情愿拿棍子打，他不会让口袋受伤，所以我不同意。这两个的代价不成比例啊，不能这么理解啊。情况：湖南郴州已经关停所有的棋牌室，各小区把门测体温，医院处于封闭管理，不许进出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团的2选1和一般商业上的独家代理有何不同？打击2选1的逻辑是什么？独家代理是什么呢？独家代理，比如说我是一个商品，我找一个商家帮我去卖啊，独家代理啊。那么比如说你如果要独家代理的话，你就要给我一个额度，说你每年要保证卖掉多少，我就给你独家代理。如果你不能够承担这个额度，那我就只能给你一个代理权。那我同时还会给别人代理啊，所以呢，代理是什么？代理就是我给你一个经销权，经销权是我的权利啊。那2选1是什么？2选1就是你要么选我，你要么选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要他要我，你看着办吧，就这个意思，就跟杨子荣一样啊。那2选1的目的是什么？2选1的目的是排斥竞争啊，排斥竞争它就是个垄断行为。
那么代理呢是我的权利，不存在竞争的问题，是我的一个市场策略，两者没有可比性。所以独家代理是一个销售行为，二选一是个垄断行为，完全不同啊。观点王老师说，中共最大的倒台就是战争，原来不认同，现在非常认同。中共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暴力机器恐吓民众，这是不对等的施压管理，而战争是暴力机器和暴力机器的攻击，是对等的硬碰硬。中共连公安系统都一直在不断的清洗，更别说这种激烈的局部的权力集中的情况，他们不敢冒这个险。那当然啊，这个你想一下，中共用警察对付老百姓，老百姓手无寸铁，对吧？那你用的是棍子又是枪，那当然打不赢啊。那对他当然很牛啊，这对付老百姓当然很牛。今天我们在看这个一个推特上有一段视频，说呢警察5、6个警察去抓一个老大爷，还鸣枪示警，拿着枪示警，5、6个警察去抓一个老大爷，鸣枪示警，但他还能鸣枪示警啊？你打仗不同啊，打仗你有枪，别人也有枪，别人枪比你还好，别人组织比你更强，别人战略比你更厉害，你打得赢吗？打不赢啊，是不是？昨天我看见一艘美军军舰，还有一艘这个中国军舰，说是在海上遇上了。两艘军舰你一看很像什么？很搞笑，近处的军舰冒着黑烟，远处的军舰是美军的，一看就知道近处的是中国海军，中国的军舰冒着黑烟，还隐身都不用，直接目测就好了。所以中共我还是认为，中共下台，中共倒台，你可以有排序，1、2、3、4、5、6、7、8、9、10，有若干个条件或者若干个因素会导致他下台。排第一的一定是发动一场战争，一定是这个，发动一场对外战争，当然不是对内战争，对内就不是战争，对内是镇压，一定是这个，没有别的。所以我经常讲，中共一喊说这个武统台湾，打，千万打，千万别客气，早打不如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不打是孙子，早打早投胎。这就是我给他们的结论啊。提问：王老师你好，看国内新闻说外国疫情严重等等，请问王老师，外国的感染者是没有打疫苗吗？如果是打了疫苗感染，那和国内疫苗有什么区别？是概率不同吗？我不知道，打这个感染的病人有多少是打了疫苗，我现在手上没有数据。那现在疫苗现在看到的最多的情况是什么？讲美国，美国疫情反弹的最激烈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疫苗接种率低的州，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打疫苗是不是就不感染？不是的，疫苗是有保护率的。所以呢，不是说打完疫苗之后每个人都会受到保护，他疫苗也有打了疫苗被感染的，这是个概率的问题，就是这样。这和什么呢？这和中国的疫苗无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呢是一碗饭里面有几颗老鼠屎，这就是外国的疫苗，就是其他国家疫苗的情况。中国是一碗老鼠屎里面找范例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OK， 请问王老师，习为什么要折腾这么多的行业？我也不知道，神经病。我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神经病，他要显示他的权利，否则你怎么解释？对吗？可能我说他是灭霸响指，他觉得过瘾，所以多打2下，再打1下。就是我也不理解，真的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的这些问题全部冠冕堂皇，
所有的这些问题，包括奶粉，我们举个例子，就说奶粉，中国在卖奶粉卖的稀里哗啦，又不是1年，也不是10年，几十年都是这样。母乳喂养本来就应该鼓励母乳喂养，中国鼓励过吗？没有，这几十年下来，从来没鼓励过母乳喂养。怎么搞了这几十年，产业刚刚上来，你开始用这个来打击国产奶粉呢？目的何在？不理解。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得亲自问他才行啊，基本上是神经病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响指这样的权利是怎么来的？是否每级部门只要安抚好下一级，最上一级等于获得最大的权利？响指是怎么来的？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利啊。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就看这次这个教培行业团灭，教培行业是怎么团灭的呢？先开一个深改委的会议，深化改革的深改委开会，定一个决策，什么决策呢？减轻双减政策。双减政策是在深改委这个会议上定下来的这个政策，减轻在校负担，减轻培训负担。好，这件事情定下来呢，然后呢，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办公厅出一个意见，关于这个双减的意见，这就是政策了。然后这个双减意见出台之后，教育部就出文件，1、2、3、4、5，这个文件就出来，政策就出来，各地就变成各地的执行的政策，就开始抓人了，就开始关他了。这就是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利，政府就能这么干。从中共中央一直下到国务院，到教育部，然后到各个省的教委或者教育厅，然后教育厅到各个市的教育局，就开始出政策了。政策已经下来了，7月26号不是24号，这个红头文件就下来了，多快？你说我印象中6月20几号，1个月之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全部下来，他就是这么灭的。权力从哪里来？从中共来啊，这就是他的权利。所以跟你说的这个安抚好，不需要安抚好，直接一个命令下来，然后什么考核，各种考核全部都有了，然后就开始执法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中共没有制约的权利啊，就是根据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一个响指，然后整个的政权就开始行动，就把这件事情给办了。提问：今天看到扬州疫情只有确诊和轻症，没有症状，而郑州有100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确诊的几倍。这是因为扬州是个老龄化严重的城市，还是无症状的数字被彻底隐秘了？我认为这2个城市的数据都不要相信，他们都在爆发当中，他们怎么编，我们不研究它怎么编了。情况：广州今天下午下令所有 KTV、排馆立即关闭，上午工地所有人员紧急全员核检。公司通告，按街道办命令，所有的人必须在15号之前接种2针，否则不准进入工作。OK。情况：加拿大阿尔伯达省从今年1月至今95%。COVID-19 感染者属于没打疫苗或打了1剂14天以内的人群。OK。提问：国外准备长期与新冠共存，把它当大号流感对待。请问王老师，大陆是准备一直封停下去吗？会解除出入境管理吗？那第一个，按照现有的政策，中国是准备在明年年底之前都不会解除出入境管制，这是第一个，只会往后。
不会往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没有听说过他把这个武汉肺炎当作大号流感对待，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啊。情况，国内学校小卖部、商店里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是2选1的模式，可口可乐不能有百事可乐啊，定期会有经销商来查询，这算不算垄断呢？不算，为什么？垄断你要看你的市场地位。你比如说可口可乐，如果可口可乐它没有超过60%或者70%的市场垄断地位，你就不能够说它是在垄断啊。它会有一个市场地位的这种权衡吧，所以这中间就是一个你权衡的问题了啊。情况，中国非洲猪瘟已经可控，疫苗已经有了，但是审批需要各种手续。现在都是疫苗随着其他药品默默的打。上个月就获悉，我亲属是这个行业的。另外，亲属不打新冠疫苗，说不说话，滴水不漏，说后面会有打的。我秒懂，理解他的处境。非洲猪瘟的疫苗，你相信吗？去年出现非洲猪瘟的失控，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非洲猪瘟的疫苗本身没有过关，造成了疫苗的感染。疫苗它本身没有实现它的防护性，它疫苗还没做好，这件事情还没做好就流出去了，结果导致什么？导致疫情的扩散。所以非洲猪瘟的疫苗，你相信吗？我现在没有相，我还不信。我老实讲，我还是不信。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筛查出少量阳性，相对国外就封城，是否因为筛查剂是国产，敏感度不靠谱，所以当局知道筛查一个阳性，实际上会有更多，所以才如临大敌？不是的，不是这样啊。这个筛查剂敏感度高不高？我觉得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以中国的现有的能力来说，我觉得这个解决试剂的问题，也就是应该早就解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2个。第一个，他公布出来的说有1例或者是有10例，可能背后是100例或者1000例，这第一个。就是他公布的情况并不真实，是隐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现在确诊的条件很苛刻，就你测到了你体内是阳性，他都不确诊，他把这个拆开，看的数字很小，然后他又隐瞒数据，所以看得过去不严重，其实是很严重的情况。这是第二个啊。这2个原因是我们看上去好像没那么严重，但是他的行动动静很大，其实不是的。其实他给你造成一个假象：第一，隐瞒；第二，用这种方式来让这个情况没那么严重。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他为什么动静这么大？因为没有疫苗。没有疫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城市处于一个没有防卫的状态。我们就经常讲，解决疫情唯一的有效的可靠的手段就是疫苗。疫苗是人类医学发展到今天应对疫情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如果你说你有疫苗，可是你知道这疫苗是无效，你会怎么办？那你动静当然很大。你西方国家，美国一天都有上万人、几万人感染，你有没有看见他动静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原因是什么？他手上有疫苗，他不怕，他只是那些傻帽他不肯打，打了就没事嘛，他偏不打他就得病了，就这个问题。他传染，不仅他得病，他还传染，这是个什么问题？这是公德问题。所以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他没有什么看法，他的看法就是2个字：自私而已嘛，没有别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
不应该拿中国的情况跟其他国家比。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完全没有可比性。情况回应楼上的网友，就是防护比例不同。在德国之声有一篇报道，针对 Delta 变种病毒 ，BNT 保护率是80%多，阿斯利康是60%多，都不是100，不是100就有可能感染。但比起国产疫苗肯定高多了，打国产疫苗打比不打好多了。国产疫苗不是好多了，不是说比国产疫苗好多了，是没有可比性。我还是强调那句，中国的国产疫苗无效，没有产生任何的防护效果，不是好多了的问题。就是我一直讲，我说我反对张文宏的那个比喻，说这个国产疫苗是国产车，外国疫苗是进口车，都是车，都可以跑，只是有些质量好一点，有些质量不好。言下之意，他们原话没这么说，但他言下之意就是两辆都能跑的车，只是有的这个进口车国外的这个车辆，它的品质高一点，这个配置高一点，装修里面的这个更豪华一点，国产车简陋一点，没那么品质没那么高，但这其实是误导大家。国产的疫苗是没有防护性，什么概念？车辆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行驶嘛。那么国产疫苗，如果它比喻成车辆的话，它不能行驶，它没有这个车辆的特征。就是说，一个疫苗，如果你不能够提供保护的话，你就不是疫苗，就是你不是车嘛。你看，你叫它是车也没有用，因为它你没有提供这个行进的这种条件，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再去讨论这个中国的疫苗跟国外的疫苗的比较，没有可比性，是属性上的问题，好吧？我们不讨论了这个问题。情况：中国北京望京国风上冠小区现在处于封闭状态，望京小街的商区也被封闭。我居住的小区离这里特别近，这几天总能看见120急救拉走几位密接者，被拉到指定地点隔离。目前让我们小区住户感到忐忑不安。说明什么？北京有没有案例？没有。北京到现在没有公布过案例，之前是5例，到现在1个都没公布过。你看这个网友提供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一直在瞒报嘛。北京其实肯定是在爆发嘛，要不为什么？北京是准封城，郑州是正式的封城，扬州是大规模爆发，你想想是什么情况？所以其实我认为中国疫情现在就是处于武汉当时疫情的中段，现在处于一个中段，就是大规模社区爆发的这个阶段啊。情况：今天早晨的新闻，武汉封了104个小区。下午下班的时候，好几个同事都在说，他们所在的小区或者住所附近的小区已经封了。官方报道只有几个确诊，同事都在说，报道说几个封了100个小区，几百万人做一遍核酸检测，是个有脑子的人都会不信，非常正确。他们在瞒报，肯定是在瞒报啊。观点：中共打击各种经济是阶级的斗争，中共是不允许产生大的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政权产生影响。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那就是文革了。不知道，看不出来，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他的意图是什么。阶级斗争，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要搞阶级斗争的话，阶级斗争的特征是什么？阶级斗争的特征不是经济，是人。阶级斗争一定要斗人，阶级是针对人而言，你是地主，你是资本家，要把人揪出来。你搞经济，那不算阶级斗争。
情况坐标加拿大，在小区碰到个意大利后裔的加拿大人，居然不相信有新冠疫情这件事，用尽办法想的在家里开各种 party， 居然没得上，真是个疯子。因为有这种疯子的存在，才控制不住疫情。放飞自我，我也没有，我也觉得，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完全知道一个没有这种防护的后果是什么？中国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啊，因为你可能会关在家里，然后用那个电焊枪把你的铁闸给你焊死，你出不去，然后就不管你了，你可能在家里活活饿死。在加拿大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放飞自我的情况？我觉得大概的原因就在这里，让他去尝尝中共的铁拳，他就不会这么干。观点我从我把红二代资深粉红老妈洗清醒的经历总结的一些经验：一、建立信任，没人会轻信跟自己不熟的人的话；二、不要反驳，要从他相信的观点出发，让他自己推翻那些不合理的洗脑结论。一旦开始反驳，注意力就会转到输赢上，非常对。第三，要有耐心，一点一点来，没有人能在几天之内完全转变。四，先刺激起人的情绪，比如平反文革郑州惨状，然后再讲道理，比如新疆假记者的事情。OK， 这个网友总结的非常好啊。提问：跟国内的朋友说要团灭教培行业，以及今天上海出台的小学升初中不考英语的政策，国内的朋友反应平平，他们甚至认为没什么大不了，民办学校要收编为公办学校也觉得正常，还认为别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请问王老师，国内的人真的这么无动于衷吗？他对你无动于衷。我还是那句话，他不想在你面前低你一头而已，所以他就根本无动于衷。他心潮澎湃，不想让你看出来，我觉得是这样啊。情况说明，可乐经销商给你提供冰箱，所以如果是百事可乐提供的冰箱，当然不让你放可乐。OK 啊，理解了。提问：王老师好。作为一个醒过来的人，我发现海外的华人中，大多数都是粉红，一直很纠结和身边的粉红们在不谈政治的情况下好好相处，还是找和自己有相同价值观的做朋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点极端，身边的粉红我都不愿意搭理，有时候很嫌弃他们，觉得和他们交谈是鸡同鸭讲，想听王老师的意见。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吗？我身边好像我还没碰见几个粉红，有粉红，但是粉红不多。我不嫌弃他们，为什么？他们也是人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对小粉红只谈风月，不谈国事不就行了吗？你跟他们，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的层次吧。难道你的生活里面只有政治吗？没有其他的吗？不是吧？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层面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只谈政治的话，你要好好想想你的生活形态是不是有调整的需要啊？好不好？明谢 Harry 冯，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